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曾于叛军眼底就下过当朝太子，后来太子带着亲卫找到我家，说要报恩，接我上京。我的孪生姐姐将我迷晕在屋中，拿着太子给我的信物迎了出去。我缓缓睁开眼，看着他急于奔向荣华富贵的背影，勾起了唇角。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从小就与我不对付的谢云舒将那杯茶水递到我面前时，我便知道这茶水多半是有问题的。结合上一世的记忆细想一下，不难猜出他的目的，而且他有这一举动，说明他也重生了。上一世从小就被他压一头的我，因为救下了楚英怀，一下子麻雀飞上枝头，从平平无奇的乡野丫头一跃成为东宫女主人，未来的国母。这可让心高气傲的谢云舒眼红坏了。可他不知道的是，这皇家的门槛哪是那么好跨的？这太子妃又岂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的？德不配位，反受其累。那个人人艳羡的位置已消磨了我一世，如今有重来一次的机会，谁爱去便由谁去好了。我就说，舒丫头有本事吧？你看看，我娘捧着一箱银钱进屋，声音高高扬起，走路时腰板都挺得要比平日里更直一些。看见我后，她原本合不拢的嘴角耷拉了下来，眼底生出些许嫌弃，抱着装有银钱相拢的手也有意回避着我的视线。对于我娘的偏心，我已习以为常，主动避开了视线。倒是我爹对我还有几分关切，生丫头，刚才怎么不见你人？有些困，躺了一会儿。我娘一听，吃了我一句，困，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这个家反正是指望不上你。这话我现在听来只觉好笑。上一世楚英怀为了报我的救命之恩，要娶我做他的正妻，可我这样的家世背景，如何配得上一国储君？别说是做正妻，哪怕是在东宫做个妾室，以我的出身恐怕都是够不上的。奈何当时的楚英怀铁了心要娶我，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储君之位反过来去威胁他的父皇母后，让他们妥协。因为他知道他父皇一众孩子中就他这么一个指望得上的。最后楚英怀博赢了，他如愿娶了我。只是我一介民女，皇帝皇后因为我险些与儿子失和，又岂会对我有好脸色？我一个小门小户乡里出身的丫头，与偌大而繁华的京城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我在东宫的生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三不五时地给我来信，说他们年事已高，家里全指着我帮扶，让我拿出银两。最后更是直接让我姐上京来找我，全然没有顾及到我处境半分，是指望不上。我神色淡淡，母亲以后可以指望姐姐。母亲愣了一下，估计是没想到从来低眉顺眼的我今日会一改往常，出言顶撞：你个死丫头，反了你了！怎么，老娘现在还说不得你了？你这阴阳怪气的给谁看？你本就不如你姐姐，还不让人说了？我爹素来是怕老婆的，虽然心疼我，却也不敢逆着我娘的意思，只能从旁和稀泥。算了，大喜的日子，我懒得在这里继续听我的母亲吹嘘她的大女儿有多厉害。以谢云舒的脾性，相比入东宫不久，就会为全家招致祸端。在此之前，我还得早做打算。正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楚英怀身边最得力的护卫再度折返，我娘立刻陪着笑脸上前：这位大人，可是云舒有什么东西忘带了？我给您去取。护卫在屋内环视了一周，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此去京城山高路远，殿下听闻云舒小姐还有个妹妹，特差我来接一下，好叫云舒小姐路上有个伴，不至于无聊。闻言，我瞪大了眼，难道这一次我依旧逃不开楚英怀吗？楚英怀是未来的天子，他的命令不说是金口玉言，那也是我们这种升斗小民无权拒绝的。我娘听罢，满心欢喜，以为是谢云舒发达了，还不忘提携我这个妹妹，戳着我的脑袋再三告诫：看看你姐姐还记挂着你，你此去可给我把皮绷紧点，别给你姐丢人。要实在没富贵命，就趁早滚回来，千万别耽误你姐的前程。在我娘眼里，我这个姐姐什么都是好的，而我不管怎样都是一无是处。明明我和姐姐前后就差了那么一点出生，模样更是如出一辙，怎么在我娘眼里就如此天差地别呢？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些行李，没什么留恋的跟着来接我的护卫离开。护卫骑马载着我，很快追上了楚英怀一行。而我下马后，因受不了颠簸，胃酸险些都呕出来。谢云舒见到我的那一刻，脸色变得奇差，可碍于楚英怀在那里，他又不好表现得太过明显，还要同我装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妹妹这一路辛苦了。谢云舒将帕子递给我，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又似炫耀一般，转身对楚英怀说：殿下，能不能麻烦殿下将刚刚给我买的蜜饯拿给我一下？我为妹妹先吃2颗，压一压这酸水。没一会儿，楚英怀拿着装着蜜饯的罐子走了过来，递到我面前。你还好吧？再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攥着帕子的手猛然一紧，有些记忆控制不住的如潮水般再次袭来。楚英怀音色温润，如同他的长相一样金贵如玉，这样的人对你海誓山盟时要多深情有多深情，可当情爱被日常琐碎磨平，变作厌恶时，他也会变得要多薄情有多薄情。我不似京城的世家贵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娘是个杀猪匠，我爹是个屡次落地的穷秀才。我粗识的几个字还是我爹教我的。嫁进东宫后，对于那些往来应酬、府内庶务，我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皇后怕我给楚英怀丢人，派了宫里最严厉的嬷嬷来教导我。我心知自己与那些大家闺秀的差距，所以我不怕辛苦，学得尤为认真。可我到底不是从小被教养起来的，哪怕我在努力，眼界与待人接物上，还是与那些贵女们有着不小的差距。起初，楚英怀对我耐心尚存，会私下哄着嬷嬷对我宽松些，也会在我吃了嬷嬷教训躲起来掉眼泪时将我搂进怀中，一边擦着我的眼泪，一边玩笑地说着不学了，什么狗屁规矩，哪有我的阿生重要。说来也是我傻，楚英怀越是这样说，我便越是想给他长脸，将这规矩礼教给学好。可有的时候啊，人越想做好一件事，就越做不好一件事。那是我同楚英怀第一次争吵。皇后寿宴上，我精心准备了许久，要献的寿礼被几个爱慕楚英怀的贵女做了手脚，让他这个太子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回到东宫，他丝毫不顾及还有丫鬟婆子在场，直接指着我鼻子训斥起来。东宫那些下属们暗中的嘲笑声仿佛一根根银针刺进我的耳中。我垂着头，泪水控制不住地往下落，带着自责与内疚辩解：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会，是我疏忽了。这次楚英怀没有哄我，反而呵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能不能长点心眼？难怪母后一直说你上不得台面。这里是京城，
不是你以前生活的小坡村落，就周围几个街坊四邻，见谁都是好人，上不得台面。小坡村落几个字在我耳边无限放大。我倏地抬头，一瞬不瞬地看着楚英怀。你说什么？楚英怀丝毫没觉得自己的话有多伤人，接下去的每一句都犹如利刃，划在我心头。宫里嬷嬷教你也有些时日了，你到底是真学不会，还是习惯了那些陋习，压根不想为了本宫改变？亦或是你们那里的人天生愚钝，就是朽木难雕？我垂在身侧的手攥紧，腹又松开，原本愧疚的心也在楚英怀的羞辱下变成了怒意。够了！压抑了许久的我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声。这一声明显也是楚英怀意料之外的，他那些伤人的言语随着我这一声吼停了下来。太子殿下现在瞧不上我生长的地方了，可殿下别忘了，要不是我们，你这条命还不知道在哪。这东宫的主人如今是谁还未可知呢。我这话许是也说到了楚英怀的痛点上，他扬起手，一巴掌就落在了我的脸上。啪一声脆响，我的头被打得偏向一侧，身形踉跄着退后了2步，簪在头上的步摇也被震得一直晃动。太子妃言行无状，这其禁足思过1月。说罢，楚英怀便拂袖而去，徒留我一人立在原地，脸火辣辣的疼。谢云舒生怕楚英怀认出救他的人是我，不着痕迹地错过身，挡在我和楚英怀之间，伸手接过了楚英怀手中的蜜饯罐子。麻烦殿下了，我这妹妹从小被我爹娘宠惯了，吃不了一点苦，让殿下见笑了。谢云舒将蜜饯塞到我嘴里的同时，不忘贬低我一番。我也压根不想辩解。楚英怀对我印象越差越好，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如今谢云舒向往的金银窝，是我上辈子到死也没能跳出的人吃人的泥沼。他如此迫不及待地替我去，我简直求之不得。楚英怀将我和谢云舒同乘一辆马车，上车后我便靠着车壁合上了眼。倒不是我有多困倦，单纯不想搭理谢云舒而已。我即便闭着眼，也能感觉到谢云舒那要生弯了我的目光。许久后，他终于沉不住气，打破了沉默的空气。谢云生，我警告你，当初太子留给你的信物在我手里，你别妄想凭着一张嘴就能让他相信你。咱们姐妹俩有福同享。说到这，他话锋一转，你放心，做姐姐的凤凰腾达了，肯定不会忘了妹妹你的。我知道他隐去的是什么，他怕是不知道我也重生了，所以想和我说，我已经享了一世的荣华富贵，这一世该让他也想一想了。放心吧，你要的那些我不稀罕。我连眼都没睁一下，淡淡道：哼，最好是这样。谢云舒到底是不放心我的，这一路同行原是楚英怀的好意，他无法推却。到了京城后，他便以我在乡里也惯了，东宫那些约束恐会让我难受为由，让楚英怀对我另外安置。他全程都表现出一副爱护妹妹、心疼妹妹的长姐模样，加之楚英怀心里应该也有数，他要娶一个乡野丫头做太子妃有多难，一个就已经够他头疼了。要是让宫里知道他把对方的家里人也接来了，估计会难上加难。于是我就被安置在了离太子府不远的一条弄堂里的一处民宅中。宅子不大，也没有什么考究的家具，看着普普通通。尽管如此，却也已经比我爹娘那住所好上了不知多少。一切都在沿着上一世的轨迹发展。楚英怀为了迎娶谢云舒，和帝后闹得不可开交，最终以帝后妥协收场。这段时间，我出门买菜，
街头巷尾听到的议论全是关于谢云舒的。听说了吗？太子为了一个村姑，连储君之位都不要了。真的假的？什么村姑这么厉害？谁知道呢？说是救了太子殿下，我看了就是个狐妹子，谁说不是呢？正经人家的姑娘，谁会去沾陌生男人的边啊？再次听到这些诋毁之词，我一点也不意外。整个京城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是眼高于顶的，都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我拎着菜篮子站在路口，远远望向东宫所在的方向，忍不住勾起了唇。谢云舒，既是你自己选的路，可要笑着走完才是。我转身走进弄巷，没几步就停住了脚，因为我看见眼下我暂住的小院前，楚英怀一袭月白便衣，朗月疏阔地立于门边。听见脚步声，他朝我这望来，原本抿着的唇角一下舒展开来，我心头蓦地一跳，倒不是被他的俊朗迷了心智，只是下意识升腾起不好的预感。这一世，我不想同他牵扯过多，不过眼下他都找上门了，我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将人给轰走，如此反倒惹人生疑，显得有什么了？太子殿下，我压着心头千万心绪，朝楚英怀行了一礼。楚英怀摆了摆手，此地没有外人，不必多礼。我不知楚英怀此行目的，主动开口或能掌握先机，不知太子殿下突然到访所为何事。可是我姐姐，我故意提起了谢云舒，也是想提醒楚英怀，我是谢云舒的妹妹，她这么来找我，若是没有什么事，被人知道了是好说不好听的。你放心，云舒一切安好。楚英怀这神情可不像谢云舒安好的样子。那就好，我佯装听不出他话中异样。楚英怀一番纠结后，还是忍不住开口：那个云生姑娘，能否向你打听一些事？什么事？我态度甚是冷淡。令姐在家中脾性如何？日常都有什么喜好？我愣了一下，随即就想到了楚英怀这一问所为何来。谢云舒是个什么脾性，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这段时间怕是觉得自己已经飞进了凤凰巢，早就忘乎所以，说话做事怕是那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了。可这里是京城，又哪里是容得他胡乱放肆的地方？谢云舒这几日的表现，想必给楚英怀惹了不少麻烦，与他印象中那个于危难中救下他的我大相径庭，这才产生了疑问。阿姐从小善恶分明，虽有些脾气，但心是好的。我并不是在帮谢云舒，而是在帮自己。一旦楚英怀觉得谢云舒品性不好，以他的才智，应该很快便能猜出我与谢云舒换了身份的事情。那我不能重蹈覆辙。可接连数日的相处，本宫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楚英怀说这话时，一直看着我的眼睛。我强压下心虚，殿下，姐姐刚来京城，人生地不熟，这里规矩众多，于我们这种无拘无束惯了的人而言，处处掣肘。你又忙于公务，不可能一直陪着他。他受委屈时也无人可说，你只觉他像变了个人。可想过为何会这样？楚英怀被我问得低下了头，片刻后低声道：本宫知道了，多谢。楚英怀终是被我应付走了，只是我没想到今天我这里会这么热闹。这菜篮子还没来得及放下，屋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谢云生，你果然贼心不死，背着我偷偷勾引太子，你是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那我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瞧瞧。谢云舒应该是刚来不久，恰巧看见了楚英怀从我这里离开，没听见我们的对话，做贼心虚的以为我把一切告诉了楚英怀。我撕烂你的嘴，毁了你的脸，
看你还怎么去嚼舌根，靠什么勾引男人？说着，他便朝我扑来，那样子活像是要吞吃人的厉鬼。我躲闪不及，眼看着他染着豆蔻的指甲掐上了我的脖子，将我按在墙上，另一只手去拔头上的簪子，朝着我的脸颊没有半点犹豫地扎来。情急之下，我抬起脚，一脚踹在了他的小腹上。谢云舒在家里娇贵惯了，脏活累活都是我干，爹娘没叫他吃过一点苦，他自是受不住我这一脚的，捂着肚子躺在地上，额角的汗肉眼可见地渗了出来。我再说一遍，我对你想要的荣华富贵没兴趣。我蹲下身，捡起掉落在地的金簪，在谢云舒的脸上拍了拍。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自是相安无事。可你要是非给我找不痛快……我话还没说完，身后便传来一声怒喝：“你在做什么？”随即，楚英怀3两步跑了过来，一把推开我，将地上的谢云舒搂进怀中。云舒，云舒，你没事吧？一见楚英怀，原本被我踹得像是丢了半条命的谢云舒顿时来了精神。他可怜兮兮地拉着楚英怀的衣袖，眼中蓄着泪水。降落未落，殿下，谢云生。楚英怀在看向我时，眼中带了厉色。这样的神情，上一世我也曾见过，是在皇帝赐给东宫的侧妃小产之后。没错，侧妃当初成亲时对我说一生一世一双人，永不相负的楚英怀食言了。其实我早该想到的，他是储君，未来的皇帝，3宫6院，粉黛成群，怎么可能一生只守着我一个人？那侧妃原是皇后母家的一个庶女，听说原先在家里并不是什么得宠的，可再不得宠，到了我这个平民太子妃面前，依旧可以高我一等。更何况当时我和楚英怀的关系已不复从前，人人又都知道帝后瞧不上我，加之我一直无所出，侧妃进门后，我这个正妃几乎形同虚设，连那些宫人都可以对我爱答不理。我渐渐死心，也不奢求楚英怀能够突然有一天回头，变回从前那个样子。我开始封闭自己，平日里就在自己的院子里种种花，弄草，懒得出去。可我不找麻烦，不代表麻烦不会来找我。我难得出了趟院门，就撞上了在花园散心的侧妃。本不想多话的，我原想装作没看见绕过去，却不想对方主动迎了上来。然后话没说2句，他不知怎地，身子一歪就倒了下去，鲜红的血渍染红了他的襦裙。楚英怀自远处赶来，一旁的婢女更是一口咬定是我伸手推了侧妃。我自小不喜被冤枉，每每爹娘偏心谢云舒，逼我认错，我宁可挨打，也不愿低头。可当我对上楚英怀的目光时，辩驳的话语被我咽了回去，只剩下失望。眼前的一幕与记忆中的场景重合，交汇在了一起。当时楚英怀也如现在这般看着我，眸光中的厌恶与怒意压都压不住。唯一不同的可能只有当初的我是他千辛万苦求来的太子妃，即便对我厌弃至极，他为了自己的脸面也必须留着最后的余地。而眼下的我什么也不是，于他而言如同蝼蚁。来人！楚英怀一声令下，藏在暗中的暗卫立刻现身。是了，他是天界贵胄，又怎会真的孤身出门？只是我想不通，他为何会突然折返？谢云舒虽不是什么好人，但他有几分脑子，我是清楚的，这应该不在他的算计之中。楚英怀怀中的谢云舒见我被暗卫压住，担心的同时，我在他眼底还看到了一丝慌乱。他应该是怕我为了脱身，情急之下说出他抢了楚英怀留给我的信物，代替我冒领了身份这件事，
把他先带下去。看好了。楚英怀一把将谢云舒抱起，大步往外走去。我被关进了东宫后院最深处的一间小屋，屋里一应物品俱全，三餐也有人按时送来。唯一让我看起来像个阶下囚的，就只有不能走出屋子这一条。这让我有些拿不准楚英怀的意思。不过我大抵是安全的。谢云舒即便想除了我，可为了在楚英怀面前留个心善的印象，应该是会装模作样劝上一劝的。就这样，我在这间屋子里被关了3日。正当我思索着自己还要这样被关多久时，谢云舒摸着夜色再次找上了我。姐妹一场，你要是下跪求求我，我就让殿下放了你，怎么样？谢云舒瞧着我，仿佛一个胜利者。我要是不求呢？我淡淡道，我留在东宫，该寝食难安的是你吧。谢云舒脸上的笑因着我这一句话消失了，他恶狠狠地看着我，你没机会了，别说我这个做姐姐的不照顾你，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我替你寻了门好亲事。说着，谢云舒看了我一眼，对方可是太尉，凭你自己，怕是几辈子也攀不上这么高的枝。我这也不算是亏了你吧？想当初你可没有。谢云舒是想说我当太子妃的时候可没有想着他吗？我佯装听不懂，我没有什么。谢云舒不知道我也是重生的，自然不会同我说。他打了个哈哈，没什么。总之我富贵了也少不了你好处，但你要非管不住嘴，这欺瞒之罪搞不好是要连坐的。见我不说话，谢云舒以为是唬住了我，脱下了他手上的镯子套到了我手上。谢云舒走后，我看着手腕上晃荡的镯子发笑。那太尉是京城出了名的变态，几乎每个月都有丫鬟侍妾从他府里遍体鳞伤的被抬出，送到庄子上去。后来他更是欲求不满，当街抢民女，结果遇到了硬骨头。那女子的兄长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楚英怀的行踪，拦了他的轿子。后来太尉按律被判了刑，他的后宅还被挖出了数具尸骨。记忆中，这是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京城乃至全国。谢云舒想必也是当年听到过这件事，所以想要借刀杀人。这段时间我一直滞留京城，其实是想在京城谋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生路。毕竟以我爹娘的偏心程度，我回乡后他们应该也是借着谢云舒的名义给我找一个能出价更高的好人家，利用完我最后的价值。可眼下我得先逃了再说，绝不能落到那个什么太尉手里。只是这屋外有侍卫值守，我如何才能将人给引开？正当我为此事犯难时，外面传来了骚动。我耳朵贴在门上，听到外面到处都是慌乱的脚步声，有人高喊着走水了，快救火！原本看着我的侍卫犹豫了一下，也跑去救火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一片混乱中，我撞开了门。好在我曾经在这里住过许久，对这里的路熟得很。没一会儿就跑到了一扇偏门。这会儿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从东宫逃了出来，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可我仍不放心，依旧一个劲地往前跑，也不知哪里是终点。哎呦，大晚上怎么走路的？长不长眼啊？小姐，你没事吧？猛地一撞，我也不知撞了谁，踉跄着退后2步，跌坐在了地上。抱歉，是你。女声温柔，陌生中又透着股熟悉。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站起身，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藕粉色襦裙的女子站在几步之外。她身旁的小丫鬟提着灯笼，正脸色不悦地看着我。这位小姐我有印象，她是护国将军的嫡孙女，孟家的孟小姐，
也是曾经帝后最主意的太子妃人选。小姐认得我，那孟小姐没开口，倒是小丫鬟抢先一步。前几日才在百花宴上阴阳怪气过我家小姐，准太子妃这么快就忘了？梅儿不得无礼。百花宴是了，当初我与这位孟小姐也是在百花宴上认识的。当年楚英怀好不容易逼得帝后松了口，同意他娶我，他自然也想在帝后面前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于是办了个所谓的百花宴，邀请了京城的世家贵女们一同参宴。而我作为即将入主东宫的女主人，楚英怀让人给我制了最好的衣裳和首饰，想要叫我在宴会上给他长长脸。我虽长得不丑，又有华服点缀，按理说是该在宴会上大放异彩才对。可那些小姐们自小都是书香浸染出来的，通身气质浑然天成，我即便装扮得再好，也还是低了一等，就像个一不小心混入鹤群的山鸡一般。而这位孟小姐便是那鹤群中的佼佼者，也是那日一众贵女中唯一一个没有对我露出鄙夷神色的人。她当日看我的眼神叫我不解，如今想来我才惊觉，那眼神叫怜悯。或许那一刻她便已看到了我和楚英怀不得善终的结局。思绪回笼，我缓缓开口：小姐认错人了，我不是谢云舒。哦，孟小姐微微挑眉，那你是他什么人？我摸了摸自己与谢云舒一般无二的脸，苦涩地扯了扯唇角。我是他的孪生妹妹。孟小姐若有所思，原来如此。随即她又看着我说道：你跑得这么急，是你姐姐容不下你。我没想到这个孟小姐会猜得这么准，不过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上一世我作为太子妃，也听了不少京中高门内后宅倾轧的故事。她作为京中贵女，这样的事想必知道的更多。与那些嫡庶之间的斗争，想必我和谢云舒这点事便不算什么了。我点了点头，不安地往后看了一眼，生怕东宫那边有人追来。你想逃，或许我可以帮你。看着孟小姐带着善意的笑，我不明白她在这浑水中横插一手所为何来，可眼下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我一咬牙，跟着孟小姐上了她停在不远处的车架，直到坐定后，我才反应过来，她明明有马车，为何会下车不行，还刚巧被我撞倒？与其说是碰巧，倒不如说她是特意在那儿等着的。孟小姐看出了我突然戒备的神情，轻笑：姑娘安心，我对你没有恶意，不过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罢了。我想要顺着她的话问下去，她却如何也不开口了。我被孟小姐带回了将军府，除了那个叫梅儿的对我依旧冷淡外，其他人在孟小姐的吩咐下都对我很好。而我发现这位孟小姐与我印象中的样子大有不同。回到府上，她便不再是人前端庄自持的模样，而是会换上男装，一杆长枪舞得虎虎生风。我从不知女儿家也可以这般英姿飒爽。怎么了？一连看了几天，还没习惯？孟小姐将她的红缨枪丢给一旁的梅儿，向着站在廊下的我走来。我摇摇头，小姐在外与在家差别有些大。孟小姐笑了，在外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在家自然是自己喜欢什么来什么，家里人又不会嫌弃我。我低下头，扣着自己的手指，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要试试吗？孟小姐突然开口：我可以教你。我心里有什么一直被压着的东西在蠢蠢欲动，我可以吗？试试不就知道了。孟小姐拉着我来到空地上，丢给我一根棍子：枪你还拿不动，就先从这个开始吧。就这样，我在将军府住了小半月，
也跟着孟小姐学了不少东西。算日子，上一世这个时候，我早已和楚英怀完婚，可如今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就在我满心疑惑之际，孟小姐找上了我。云生，你姐姐出事了。谢云舒的性子，出事是迟早的事，所以我并没有多意外。他把皇后娘娘派去叫他归去的嬷嬷打了。我猜测道。孟小姐摇摇头，你姐姐对皇后娘娘派去的那几个嬷嬷倒是乖顺得很，怎么教训就怎么受着，难得的好脾气。我有些意外，没想到谢云舒为了荣华富贵，能把自己压到这份上。要知道，皇后派来的那几个嬷嬷折腾起人来，那可真是……所以我想不出他惹出了什么乱子。皇后设了私宴，叫了太子殿下和你姐姐，另外还叫了不少官家女眷。你姐姐因瞧着刑部尚书的女儿同太子多说了几句，就把人家给推太液池里去了，险些淹死。什么？我没想到谢云舒会如此大胆，皇宫内院他竟能下杀手。那现在呢？皇后震怒，把这件事报给了圣上。你姐姐现在被关进了狱中。我话到嘴边又转了一圈。太子殿下怎么说？他能怎么说？我瞧着他的意思，多半是要放弃你姐了。你姐骄纵也好，粗鄙也罢，只要没过，太子能忍则忍。可一旦过了那个界，影响到太子本身。孟小姐的话没说完，我却已经明白太子的名声地位如何与一介民女相比。两相没有冲突时，自然相安无事。可一旦正常人应该都知道如何取舍。孟小姐拍了拍我，不过你放心，你姐的事牵连不到你。牵连不到吗？未必。狗急了上会跳墙，谢云舒急了，谁知道会做出什么？我想去牢里见一见他。我看向孟小姐，孟小姐似早有所料。行，我帮你安排。再见谢云舒，他已没了那盛气凌人的模样，蓬头垢面，蜷缩在牢房一角，嘴里念叨着：不应该，不应该是这样的。听见脚步声后，他朝我望来，然后猛地冲了过来，扒着牢门，伸出一只手，死死拽住我。谢云生，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你猜，为什么我放任你冒名顶替我？真的是怕说出来没人信，亦或是牵连全家吗？谢云舒反应了一瞬，对着我大叫：你也重生了，你也重生了是不是？你害我！谢云生，你害我！路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能说我害你呢？我冲着谢云舒招了招手。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当上了太子妃，而你没有吗？谢云舒真的靠近了，但他所有的神情都定格在了下一瞬。我往后退了一步，他不可置信地低下头，看着插在腹间的匕首，指着我，一个你字说了半天，也没能说完最后的话。我长舒一口气，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上一世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谢云舒千里奔波上京，寻到我，问我索要钱财。我与他说了我处境并不好，拿不出那么多银钱，他便不由分说给了我一刀。我倒下前用尽了力气，推开了谢云舒，依稀记得他撞到了花园的山石。上一回你就是这么捅死我的，如今我将这一刀还你，下辈子我们别做姐妹了。我颤着身子立在原地，脚都僵了，也没等到来抓我的人，我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牢房。大亮的天光照上我的脸，我眯起眼眸，远远瞧见一人，看样子他在那里等我许久了。你早就知道了。我看着楚英怀，这段时间心中的猜测在这一刻得到证实，也没有很早。之前来找你那次只是怀疑，后来我想起还有话忘了问，折返回去就听到了。原来
那日楚英怀什么都听到了，那你什么都没说，还将我关起来。本宫最讨厌被人欺骗，谢云舒骗了本宫，还那样欺负你，本宫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他。所以后来当楚英怀发现谢云舒要对我下手时，故意借口走水，给了我溜走的机会。那孟小姐多半也是受他所托。现在一切真相大白，谢云舒的死本宫会演过去，本宫来接你回去了。楚英怀将他当初留给我的信物递到了我面前，这一次我没有接。片刻后，楚英怀道：“你不愿？”我摇头，不愿。为什么？我淡淡一笑，我是山野间自在的鸟，无拘无束惯了。殿下的金龙虽好，却不适合我。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聪明人，可也知道趋利避害，同样的错不该犯2次的道理。楚英怀沉默良久，收回了玉佩。本宫明白了。后来楚英怀赏了我很多箱银子，我拿着这些银钱，在孟小姐的帮助下，在京城一处不错的地界上盘了个铺子，做起了小生意。生意日复一日，越做越红火。楚英怀依旧是高高在上的一国储君，终于按照皇帝皇后的意愿，娶了个门户相称的贵女。而我和她这一世再未见过。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